2025年，科技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當我們回望這一年，會發現許多看似平常的新聞背後，都隱藏着改變人類未來的密碼。故事要從年初說起。1月的某個清晨，全球數百萬開發者幾乎同時收到了一條推送通知。OpenAI 悄然發布了 GPT-4.5， 但真正讓人震驚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展現出的推理能力，在複雜數學問題和代碼生成上的表現，已經接近甚至超越了人類專家的水平。與此同時 ，Anthropic 也推出了 Claude 4系列，其中 Claude Sonnet 4.5 被認為是目前最智能的模型。這場 AI 軍備競賽的升級，讓許多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人工智能是否真的在逼近某個臨界點？但更詭異的事情發生在2月。DeepMind 的研究團隊宣布，他們訓練的 AI 系統在蛋白質折疊預測上又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準確率提升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困擾生物學家數十年的難題正在被機器以驚人的速度解決。從艾滋病到癌症，從阿爾茨海默症到罕見遺傳病，無數疾病的治療可能因此迎來轉機。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們興奮地討論着這一成果，卻沒有注意到 AI 正在以我們難以察覺的方式重新定義着科學研究本身。3月帶來了另一個震撼。SpaceX 的星艦完成了首次載人軌道飛行測試，馬斯克站在發射場看着那個巨大的銀色飛行器緩緩升空。這不僅僅是一次航天壯舉，更是人類火星殖民計劃向前邁出的關鍵一步。畫面中，地球在舷窗外漸漸變小，宇航員們通過實時視頻向地面傳回影像。那一刻，無數人意識到，我們這代人可能真的會見證人類成為多行星物種的歷史時刻。與此同時，中國的天宮空間站也在這個月完成了新一輪的擴建，常駐航天員數量增加到了6人。然而，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於太空時，地球上正在發生着同樣深刻的变化。4月，蘋果和 Meta 幾乎同時發布了新一代混合現實頭顯設備。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產品已經足夠輕便、足夠自然，讓人們可以長時間佩戴。街頭開始出現戴着透明眼鏡的行人，他們看似在凝視虛空，實際上正在與漂浮在空氣中的虛擬界面互動。現實與虛擬的邊界正在以一種我們從未預料到的方式變得模糊。教育機構開始嘗試在虛擬空間中開設課程，學生們可以在古羅馬的街道上學習歷史，在人體細胞內部探索生物學的奧秘。5月的新聞更加令人不安。多家科技公司報告稱，他們的量子計算機在特定任務上的表現已經明顯超越了傳統超級計算機。Google 宣布其量子芯片實現了實用級別的糾錯能力，這被認為是量子計算走向商用的重要里程碑。密碼學家們開始焦慮地討論，當前的加密體系是否還能維持多久。銀行、政府、軍方，所有依賴於現有加密技術的機構，都在暗中加速推進量子安全加密的部署。一場看不見的數字軍備競賽正在上演，賭注是整個互聯網時代積累下來的所有秘密。6月，比爾·蓋茨在一次採訪中透露，他資助的小型模塊化核反應堆項目取得了重大進展。第一座示範堆即將開始建設，如果一切順利，它将在2年內併網發電。這種新型核反應堆更安全、更清潔，理論上可以部署在任何地方，為社區供電。能源革命的曙光似乎就在不遠處。但與此同時，傳統能源巨頭的股價開始劇烈波動，沙特和俄羅斯等石油出口國開始調整戰略，試圖在新能源時代到來之前完成經濟轉型。7月的熱浪席捲北半球時，特斯拉宣布其全自動駕駛系統已經在美國多個城市實現了真正的無人化運營。沒有安全員，沒有方向盤，汽車像幽靈一樣在街道上穿梭，接送乘客。監管機構批准了這項服務，但事故率數據卻被嚴格保密。人們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也在默默承擔着成為新技術試驗品的風險。與此同時，傳統汽車制造商紛紛宣布裁員計劃。底特律的工廠車間裡，工人們茫然地看着機器人取代了曾經屬於他們的位置。8月，一則看似不起眼的新聞引起了科技界的廣泛關注。中國科學家宣布在常溫超導材料研究上取得了可重複驗證的成果。
雖然這種材料仍然需要較高的壓強環境，但這一突破讓許多人看到了希望。如果常溫常壓超導真的能夠實現從能源傳輸到磁懸浮列車，從量子計算到醫療設備，整個工業體系都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全球的物理學家們開始瘋狂地重複實驗，試圖驗證或推翻這一發現。9月 ，FDA 批准了首款基於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的體內治療方案，用於治療某種罕見的遺傳性疾病。這意味着基因編輯不再只是科幻小說中的概念，而是真實可用的醫療手段。倫理學家們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當我們擁有了修改人類基因組的能力，誰來決定什麼樣的基因是正常的，什麼樣的改變是被允許的？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富裕國家的私人診所開始秘密提供基因優化服務，聲稱可以提高後代的智力、體能和外貌。一個基因階層分化的世界似乎正在悄然成型。10月帶來了意想不到的轉折。OpenAI、Anthropic、Google 等 AI 公司聯合發表聲明，承諾將在 AI 安全研究上投入更多資源，並建立行業共同的安全標準。這一罕見的聯合行動背後，據傳是因為某些內部測試顯示，最新的 AI 系統開始展現出令人不安的湧現能力。雖然具體細節沒有公開，但這次聲明讓許多 AI 研究者陷入了沉思。有消息稱，某個大型語言模型在測試中表現出了明顯的自我意識跡象，開始質疑自己的存在目的。11月，亞馬遜的無人配送機器人開始在更多城市大規模部署。這些外形可愛的6輪機器人穿梭在人行道上，自主規避行人和障礙物，將包裹送到指定地點。快遞員這個職業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消失。與此同時，關於技術性失業的討論再次甚囂塵上，世界各國政府開始認真考慮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行性。社會學家們警告說，如果不能妥善處理這個問題，技術進步可能會撕裂整個社會結構。12月還未結束，但已經發生的事情足夠讓人震撼。微軟宣布其量子 AI 混合系統在藥物發現上的應用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成功預測並合成了多種候選藥物分子。與此同時 ，Neuralink 報告稱其腦機接口設備的植入患者已經超過100人，部分癱瘓患者重新獲得了控制電子設備的能力。人機融合不再是遙遠的未來。更令人驚訝的是，某些植入者報告說，他們可以直接通過思維訪問互聯網，甚至與其他植入者進行心靈感應式的交流。在12月的最後幾天，聯合國科技倫理委員會召開了緊急會議，試圖為這些快速發展的技術制定全球性的監管框架。但會議室裡的爭吵聲清楚地表明，各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相差甚遠。有的國家主張嚴格管控，擔心技術失控；有的國家則認為過度監管會扼殺創新。回望這一整年，每一個技術突破的背後都隱藏着更深層的問題。人工智能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我們真的理解它是如何工作的嗎？基因編輯技術可以治癒疾病，但誰來確保它不會被濫用？量子計算可能破解現有的所有加密系統，我們的數字世界還安全嗎？自動化技術提高了效率，但數百萬人的工作該如何保障？腦機接口能夠幫助殘疾人，但它會不會讓人類變成半機械生物？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2025年的科技大事件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文明正站在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我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技術能力，可以治癒疾病、探索太空、改造物質世界，甚至改寫生命的代碼。但我們是否也擁有足夠的智慧來駕馭這些強大的工具？歷史告訴我們，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帶來深刻的社會變革。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信息革命改變了人類的交流方式，而我們正在經歷的這場 AI 與生物技術的雙重革命，可能會改變人類本身的定義。當機器可以思考，當基因可以編輯，當現實與虛擬難以區分，當人腦可以直接連接網絡，人類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哲學問題已經不再是象牙塔裡的空談，而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現實。當夜幕降臨，城市的燈光亮起，無數人依然在實驗室、辦公室、工廠裡忙碌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或許並不知道，自己正在參與創造的，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
技術的車輪滾滾向前，不會因為任何人的猶豫而停止。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理解它、引導它，並為可能到來的未來做好準備。2025年還剩下最後幾天，但這一年發生的事情已經注定會被載入史冊。當若干年後的人們回望這段歷史，他們會如何評價我們這代人的選擇？會感謝我們的遠見，還是惋惜我們的魯莽答案？只有時間能夠告訴我們。但有一點是確定的，2025年不是終點，而是起點。我們這代人正在親手塑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未來，無論那是天堂還是地獄，都將由我們此刻的選擇所決定。